家好，我是关小姐。今天我们来分享如何 DIY 制作钩针手机壳。首先，我们需要随着自己的手机型号买一个透明软壳。这里使用的是五股牛奶棉和3.5毫米的钩针，主体的部分适合采用全短针。首先，用辫子起针的方式来编织底部，这里使用的是平行织法。然后我们钩一个起立针，然后开始钩短针，记得这次也是在里山钩。不加不减的钩短针，刚刚的起立针不算一针，我起了16针，这圈就会有16个短针。现在到了第16针，我们把它钩完，然后再起一针起立针。记得要测量长度合不合适哦。现在把织物反转过来，继续钩不加不减的短针。钩了3层后，我们可以再量量是否合适。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测试起针数量是否合适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起2个起立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我们开始在两侧钩长针。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我们钩完整片织物时大小合适。钩完一边后，我们可以放长一点的线，然后到地面钩长针，不需要太整齐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大概来预测成品的长度。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两侧是否被织物完美遮盖，如果太大，可以底部减1针，反之，如果太小，可以底部加1针。我这里是刚刚好，如果只是小一点点，不需要特地重做，因为这个布是有弹性的，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在粘合的时候拉紧就行。测量好后，我们把长针拆开，继续片钩短针。我们持续片钩短针，直到镜头的下方。下方部分我们钩完了，现在要钩镜头的部位。大家跟着自己的镜头旁边的宽度来决定。我这里只钩了一个短针的距离，然后继续片钩到镜头的高度。一样的，做一个起立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起立针，反过来再钩一个短针。大家跟着自己镜头的高度做，我这个比较长，所以钩了8到9个。记得左边钩多高，右边也要一致就行。做好之后，把线头拉大，我们先不断线。首先，我们将线打一个结，然后钩一个引拔，反转后继续钩短针。
我们一直片钩短针，直到它与地面的齐高就行。现在到了最后一行，我们要与对面连接。在镜头上方，我们钩一个短针夹底，在最后一针，我们钩针插入下方，把线带出头一针，再挂线带出后两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带底部。我重复多一次，我们钩针插入下方，把线带出头一针，再挂线带出后两针，这样就完成了一个短针带底部。这个做法会比较松。如果之前镜头空4格，现在只要做3个短针夹底就行了，或者钩到足够碰到对面就行。现在我们要和对面做一个引拔连接。首先，我们把线圈拉大，再从侧边钩一个线圈，然后再挂回刚刚拉大的线头。现在钩针上面有3个线圈，我们挂线后将它一次性带出，然后做个起立针，就连接完成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钩这个手机壳的边缘，通常是3个起立针作为开头。刚刚我们已经钩了1个了，所以现在要钩多2个就行了。我们在钩针上绕2圈，开始钩长针。角落通常我会用长针加针或者长针加针来完成，大家还是跟着自己手机壳大小的需求，只要能够包裹好边缘就行了。如果边缘比较扁，可以用短针或者中长针代替。这里我钩了2个长针后，继续钩长针，直到到达调声音大小键盘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引拔避开。这里我钩了4个引拔，然后1个长针。再3个引拔后，继续钩长针。接着我们继续钩不加不减的长针，直到下一个需要避开的孔位。到了挂吊饰的孔位，我们钩2个引拔。现在又到了另一个角落，我们开始钩长针。钩针上挂2圈，钩1个长针。然后我们钩3个长针在角落的洞眼里，然后再1个长针，整个角落我们一共钩了5个长针。现在继续钩长针，直到需要开孔的地方。
我勾了4个引拔，然后1个长针。然后3个引拔，再1个长针。再来2个引拔，然后继续勾长针直到脚头，记得边勾边量，确保孔位对齐。在脚头我们继续勾5个长针。结束脚头编织，我们继续勾长针，直到下一个孔位或者是脚头。现在是最后一个脚头了，我们编织长针，也是大概5个长针。长针结束后，就继续勾长针。我们这个手机壳上方还有一个小孔，所以我预留了一个引拔的位置，然后继续勾长针。我们回到了开头的角落，一开始我们只勾了2个长针，现在可以接着勾1个长针来结束这一圈。我们回到了第1针，可以直接勾1圈引拔，这样织物会更坚硬一点。一针接着一针勾引拔，都不能落下。引拔结束后，可以直接拉长断线。现在我们再取新的线来引拔镜头部位，先打一个结，再从镜头中间穿过。引拔结束后，可以开始断线长线头了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就到了最关键的修饰和粘贴步骤。做好手机壳的主体后，可以跟着自己的需求装饰。我自己做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羊的图案。粘贴工具我使用的是热胶，另外我拿了一片纸板垫在桌上，小心翼翼的粘贴定型，成功与否就在这最后关键了。边边角角都需要小心粘贴哦。
我们来看看成品吧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